万岁身子几乎瞬间失去所有力气，瘫软在原地，眼里呆呆地望向天眼大屏上的画面。他做到了，只是他走出参谋阁，踩在废墟大门上，望向参谋阁外不知何时站在那里的一个个人。他待在原地站了许久，但却无一人开口责备他。许久后，他有些恍惚地褪下身上繁玉长袍，从怀里掏出阁主的身份令牌，轻轻放在门口废墟上，独自一人朝远处走去，消失在人群视线中。樊玉赢了。在巨大鬼屋死去的那一刻，陈凡便解除了封印，通过传送阵回到参谋阁内，望向天眼大屏上的画面，没有过多停留，脸上没有太多波澜，轻声道：“小邱，率后勤阁成员即刻前往这座漆黑大陆和其余几座企业人大陆，快速清点收获，以鬼石为主，先带一批鬼石回来。”第二日，战争正式结束了，再无新敌出现，原本被撤至天外天的百姓也重新回到了永业大陆。通过先锋柱，樊玉快速收集了近3000亿枚鬼石，这仅仅只是一部分，他们收集的有些仓促，需要先收集一部分鬼石，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敌。崎岖岛上，陈凡带着一众人站在这座有些孤零零的岛屿上，面色沉默着，久久不语，眼帘低垂，望向自己的脚尖，还是太弱了。如果他能再强一点，事情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如果他储备的资源能再多一点，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樊玉还是不够强。永业新历04年1月18日，樊玉战阁阁主齐越率战阁全员73842人为先锋，其中63000余人战死；后勤阁3712人战死；正阁27人战死；商阁70-80人战死；大余、公羊1月战死。次日，永业新历04年1月19日，樊玉对外宣布战争结束，樊玉战胜。崎岖岛上很安静，只有后勤阁成员在不断挖出一个个墓坑，将一双双残缺的双腿埋进去。原本樊玉只有一个阁主之墓，樊玉战阁阁主周末之墓，如今又多了一座樊玉战阁2代阁主齐越之墓。战争结束了，樊玉赢了，樊玉拿下了一场近乎不可能的战争，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不知过了多久，当最后一捧土盖在最后一个墓穴上时，所有人下意识抬头望向陈凡。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缓缓道：“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回来后，樊玉不再需要他们以命相搏。”他没有再说下去。绝侯站在身后，手里那本阵亡名录已经被翻得卷遍，他没有念名字，只是捧着，像捧着一块很重很重的石头。呼！陈凡站在导弹储备基地入口处，深吸了一口气后，他其实有些难过，但他需要振作起来，生活还需继续。总有一日，齐越战阁63000余人，本次战役中全部战死的樊玉成员都会归来。他不希望那时候的樊玉还需要有人以命相搏。片刻后，陈凡一个人默默回到了住所。一旁的望奎汇报完鬼石收集情况后，从怀里掏出2个东西放在桌子上。这2件东西是在那个巨大鬼屋身旁的扣扣带回来的。扣扣看起来好像有些情绪不好，微微正陪着扣扣。还有，这是大鱼进传送阵之前留下的一封书信。陈凡接过信，信很简短：狱主留给我的时间没多少，我和公羊1月都不想在自己失去自理能力时被人像小孩一样照顾，我们想要体面一点。感谢狱主这些年的照顾，希望樊玉能赢，希望狱主你也要天天开心。大鱼亲笔。还有，王奎有些迟疑道：参谋阁阁主万岁留下了一封信，说自己要辞官回家养老，连同自己的身份令牌一起放在了参谋阁的门口的废墟上，我们定位不到他的踪迹，要让护阁找一下他吗？不找了。陈凡摇了摇头，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他明白万岁此次战役中所做的那个决定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那是从理性层面考虑近乎绝对正确的计划，哪怕是他来，他不能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坚决执行这个计划。万岁的执行力很强，但如果不够冷血的话，战后所遭受的反噬是极强的，没有人能承受得住这种心理压力。他在最后一场战役中缺席了，那个巨大鬼屋只是隔空看了他一眼，他便被彻底封印，无法动弹。他甚至都不清楚这是什么手段。原地休整1年，陈凡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1年后前往战争泥潭。樊玉现在没办法进入战争泥潭，至少也得将漆黑大陆上的黑渊全部开采完毕。夜深人静，崎岖岛，公羊月独自一人端着饭盒来到崎岖岛，站在齐越的墓前。那前几日还活生生的人，今日全变成了一个墓碑，眼里泛泪，蹲下身子轻抚着墓碑上的齐越2字。陈凡站在暗处，没有上前。他今夜也来了，没有任何人陪同，他来安放天运。他知道这个东西没用，但张太平是唯一一个复活的，或许也有点用，至少买个安慰。他有点不想给战阁设立阁主了，他觉得战阁阁主这个位置可能有点不吉利。公羊月没待多久，将手里的饭盒放下后，便转身离去了。陈凡正准备现身，然而下一刻，刺啦！鬼火笼罩的夜色下，一道惨白的手臂从地底中刺出，紧接着便看见披头散发、有些狼狈的周末从地底爬出，一眼便看见了自己目前还冒着热气的饭盒，有些迫不及待地冲到饭盒前，盘膝坐在地面上，揭开饭盒，用力吸了一口气，满足的咧嘴笑了起来，当即开始大口狼吐虎咽着，与此同时还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也不知道死了多久，怎么还有人记得我？这上坟的饭菜还是热乎的，就是这饭盒摆的位置有点偏，怎么在斜对面呢？没摆正啊！周末一边狼吞虎咽，一边下意识地回头，但在看见身后墓碑上的字后，身子突然僵在原地。樊玉战阁2代阁主齐越之墓，齐越死了。他听见身后传来声音，迅速转身望去，只见狱主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急忙起身，语气中带着一丝茫然：狱主是。陈凡并未回话，只
只是望向许久未见的周末，半晌后才重重拍在周末的肩膀上，久违的流露出笑容。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回去我慢慢跟你说。你走的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还有那份饭别吃了，那是公羊月给他夫君齐月的，你别给吃完了，给齐月留几口。他不仅仅是为周末回来而高兴，他更是为齐月等一众本次战死繁育成员日后都有可能回来而高兴。这意味着，只要他努力发展繁育，总有一日死去的人都会回来，大家相聚在繁育，那时候的繁育一定会很强大，再无外敌之扰。如果说他一开始创办繁育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在永夜能活下去，那现在繁育对于他来讲有了更多的意义。他要让跟着他的人总有一日都能再次在永夜大陆上相聚。战阁初代阁主周末回归，陈凡只觉得这几日的郁气一扫而空，整个人神清气爽了许多。他再次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也看见了未来的希望，哪怕现在有些曲折，但总会好起来的。永夜新历1月25日，距离繁育战争结束已经过去7日了，战后重建工作正在水深火热地进行着。而在永夜大陆某个不起眼的村落中，一个昔日繁育核心成员此时正两耳不闻窗外似的低头在田地里忙碌着，不是别人，正是万岁。万岁蹲在田埂上，用手把土块一块一块捏碎，土是生土，刚从荒地里开出来，捏碎了里面还是硬的。他把碎土摊在掌心，凑近闻了闻，又放下来，继续捏下一块。他其实不会种地，他没种过地。在加入繁育之前，在永夜店也负责参谋仪式，这块地是他拿手里最后一点积蓄买的。一开始他有点不习惯，但这几日下来也慢慢习惯了。每天做完农活后，他就坐在院子里发呆。有时候他会想起一些事情，想起参谋阁，想起天眼大屏上那些猩红的光束，想起齐月斩断自己双腿时那一声很轻的闷响，想起传送阵每亮一次就意味着一个人抵达了那片漆黑的大陆，想起那一个个名字，赵山河、张二虎、李青，他每天都会把那些名字在心里过一遍，像念经，像数豆子，像翻来覆去的捏同一块土，如同他种地那样。数完之后天就彻底黑了，他起身回屋，躺在硬板床上闭眼等天亮。这7日日复一日，他都是这样过来的。第7日，繁育日报详细对外报道了这场战争，无数百姓在看完繁育日报后都面色沉默地望向西面，那是西荒岛无名山凡城的方向，是漆黑大陆的方向。他们终于知道为何明明已经开始大撤离，又突然宣告胜利了。不是命运眷顾他们，也不是老天在怜悯他们，而是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大批人义无反顾地赴死，为他们争取来了一线生机。无名山江北防线上，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骑着骷髅马，在城墙上漫步着，并低头望向手里的问天灵：天运真的不能增加在崎岖岛复活的几率吗？目前崎岖岛只复活了2人，张太平和周末，而这2人都是死后服用了天运的。或许是巧合，但他总觉得不能一点效果都没有吧。毕竟人死后服用天运后，实体表面漂浮着金黄光点，这种异象是做不了假的。不能。问天灵回答的极其简单，近乎没有丝毫停留，仿佛在告诉他，确实是巧合一般。7日前那批鬼族是什么来头？那个可隔空封印我的鬼物是什么？吃1堑长1智，总不能吃1堑再吃1堑。他这次既然中招了，就必须找到应对之法。面对下次依旧中招，为远古战死鬼物，永夜降临时第一批鬼物，实力强大，经过特殊手段重新复活并降临在这片海域开始苏醒。那头可隔空封印的鬼物名为蔽天鬼，其特殊手段为在感受到自己被监视，便可顺着视线回缩短暂封印这座大陆势力之主或鬼族之首，前提是对方的修为等级低于自己，持续3日。这3日内被封印的目标将会失去身体全部掌控权，当蔽天鬼身死或超出时间限制，则封印自主解除。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轻点了下头。蔽天鬼他第一次听见这种鬼物名字，这方天地间他没见过的鬼物还有很多，而这手段确实有些诡异。目前来看，唯一的应对手段好像就是尽快将自己修为提起来。片刻后，他低头望向手里的2个东西，一个珠子和一个令牌，面板都一样，且极其简单，只有1行字：开荒至宝，鉴定中，进度99%。这还是第一次遇见无法直接鉴定的异宝，需要等这么久。就在这时，100%进度条突然拉满了，而他手上的2个异宝突然不受控制缓缓飞在空中，自转着散发着阵阵猩红光芒。紧接着，面前浮现出一则面板，为远古鬼物出没，其所遗之宝方为开荒至宝，其所坠之石乃名开荒鬼石。依旧不是异宝信息，而是一句话。陈凡深吸了一口气，眼里的期待更浓了。只有远古鬼物第一次死亡才会掉落开荒至宝吗？这个开荒至宝的名头听起来就不弱，那是远古时期黑暗能量最浓郁的时候，肯定不是凡物。面板上的字迹如笔墨入水般渐渐晕染开来，并浮现出新的面板。异宝名称：蔽天鬼的独眼。异宝品级：红色，开荒至宝。异宝效果：可融入建筑或异宝，融入不同建筑和异宝，可为该建筑赋予不同效果。目前所属势力可融入建筑为下：1. 天眼轨道炮，利用率70%，效果大幅增强其威力。2. 天眼之眼，利用率96%，效果可拥有蔽天鬼的能力，将任意一座位于天眼之眼监视范围内的种族或大陆的掌权人。封印3日，1日内只能使用1次。3. 是神长矛，利用率67%，效果可将是神长矛提升至红色品级。陈凡眼睛微微眯起，红色品级的开荒至宝比他想象的要强，尤其是若是直接装在天眼之眼上，樊玉便可直接拥有蔽天鬼的能力。以后和哪座大陆开战的时候，直接一发封印砸下去，大陆之主都被他封住了，那胜率不是飙升，而且利用率也是最高的，足足有96%。这意味着蔽天鬼的独眼这个开荒至宝和天眼之眼也是最适配的，只有4%会浪费。只是他有些微微迟疑地望向第3个方案，是神长矛，其他几个方案都是建筑，只有一个是异宝，那便是神长矛，而这个异
异宝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碧天鬼的独眼所融合的异宝，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是神长矛？肯定有特殊之处。陈凡深吸了一口气，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和天眼之眼融合，就是100%的预期，对梵玉的提升肯定是大增的。和是神长矛融合，那就是赌一手，谁也不知道会融合出来什么东西，说不定就仅仅只是一个红色品级的长矛呢，又或许是有其他厉害之处。稳一手还是搏一手呢？算了，稳一手吧。良久之后，陈凡轻叹了口气，毕竟利用率只有67%，就算能融合也是有些浪费。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选择，只是现在心里做了决定，才望向第二个开荒之宝。毕竟万一2个开荒之宝可以彼此融呢，那不是更屌？在看见第二个异宝面板的时候，他突然僵在原地。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看见这个异宝的名字是什么，就看见了一行字：是神长矛，利用率100%，效果可将是神长矛提升至红色品级100%。陈凡眼里满是茫然。等等，永夜大陆不会真有至宝吧？难道这个是神长矛就是永夜大陆上的至宝？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毕竟一开始是神长矛只是一个白色品级的异宝，除了是神长矛，他再没见过哪个白色品级的异宝拥有这么狂的名字。是神？不对。陈凡摇了摇头，他也有些搞懵了。是神长矛不是鬼王的专物，当时在雨季里给了秋葵，然后为了防止引来觊觎，特意用心血为其蒙尘的吗？不管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永夜大陆的至宝，暂且另说。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东西比他想象的要更有价值。有了这2样东西，目前摆在他面前的有2张方案。第一个方案，鬼眼融合天眼之眼，利爪融合是神长矛。第二个方案就有点疯狂了，鬼眼加利爪全部融合给是神长矛，赌一手位置。思考片刻后，陈凡心中有了决定，他将手里的碧天鬼的独眼举起。下一刻，梵域万里高空处的一座天眼之眼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一道极其细小且微弱的光柱从天而降，精准击碎了他手里的碧天鬼的独眼，但并未伤他一毫。融合成功，至此梵域也有了碧天鬼的那个手段。同一时间，绝猴从远处一溜烟的跑来。少爷，你叫我？陈凡偏头望向绝猴，是神之矛给我。他接过是神长矛后也没多停留，将手里的令牌撞的碧天鬼的利爪砸了上去，令牌碎裂，微弱白光绽放，矛身还是漆黑如墨，和从前没有任何区别。数息后，矛身上开始浮现出细密的纹路，漆黑的矛身开始从尖端褪色，颜色开始发生变化，变成金红色。2炷香后，整根长矛通体流淌着金红色的光泽，矛身上缓缓浮现出大量纹路，给人一种原本就长在矛身里面的感觉。陈凡下意识伸手握住这个悬浮在空中的是神长矛，不热不冷，微微发麻的感觉，像是被电了一样。而面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宝名称是神长矛，异宝品级红色，异宝效果可对鬼物会造成不俗伤害，大小如意。以此武器释放出来的武技鬼技将获得10成威力增幅。已融合开荒至宝碧天鬼的利爪，利用率达100%，解除其翼蒙尘状态，可将其投掷而出，威力相当于所属势力最高上限等级的天眼鬼道炮全力一击，且可收回，单日可使用1次，并为该势力施加领地 buff， 部署在该领地区域内的所有城防建筑。天眼鬼道炮、通天柱、防空炮等威力小幅提升。陈凡眼睛微眯，这个是神长矛来头确实不一般，一个开荒至宝仅仅让其解除了一个蒙尘状态，2个砸下去也只是解除2个蒙尘状态。不对，只有100%利用率的才能解除一个蒙尘状态，那个独眼砸下去就纯浪费了，一点用都没有。幸好没有2个都砸下去，而这个是神长矛只有在解除所有蒙尘状态后才能拥有其真正威力，可惜已经追溯不到其源头了。这个是神长矛最早是在江北荒原雨季那个鬼王手里的，想要知道那个异宝从哪来的，就只能问这个鬼王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等等，陈凡面色微微古怪起来，也不知道95是不是能复活所有鬼物，要是可以的话，或许可以给这个鬼王复活，然后问问对方是神长矛是从哪来的。下一刻，被他握在手里的是神长矛，飘荡在瘸猴身旁，悬浮在空中，显然对瘸猴更为亲近一点。少爷，这没事，你拿着吧。陈凡摇了摇头，没多说什么。又是7日后，陈凡站在独眼大陆上，掐时间算算，95差不多也快回来了。他望向远处海面，呢喃着：95被困在战争泥潭里，首次进入需要待满1月才能回归，如今已经过了20天左右了，还有10天左右就能回来了。他每天都会和95通信，95那边一切安全。他和95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樊玉战胜，不过他并未告知95鬼皇向阳战死这件事，等回来后再说吧。就在这时，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他偏头望向魏魏，魏魏庞大的身躯此时正瘫在岸边，气喘吁吁的大喘着气，但粗壮的尾巴还是如往常一样在地面拍打着，眼里满是邀功之意。狱主挖通了，王奎也从不远处的深坑里钻出来了。微微喘气汇报道，已经布好传送阵，随时可以前往。干得好！陈凡摸了摸魏魏的脑袋，轻笑起来。根据几日前那先生提供的信息，在漆黑大陆上，碧天鬼给自己留下的这批可东山再起的资源，但这个资源的坐标确实足够隐蔽。不过，通过魏魏和一众人的努力，这个不知多久之前被碧天鬼埋在海底深处的资源坐标即将重见天日。在王奎等人的陪同下，陈凡通过传送阵来到了被魏魏挖通的海底7000多米的位置。在一个甬道内走了一段时间后，陈凡停下了脚步，瘸猴等人也全都停了下来，身子近乎是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震撼和骇然地望向眼前这一幕。只见正前方，入眼所见，一个巨大的山洞，而在山洞中央是鬼石，一座座山
山，鬼石堆成的山。最要命的是，这里的鬼石颜色不一，但均是高等级鬼石。王奎望向眼前这一幕，喉间微微滚动，眼里满是骇然。这得多少枚鬼石啊？感觉至少得有5000亿枚鬼石了吧？他这个估算极其不准确，这里的鬼石等级不一，具体多少还得等入库后才能知晓。身旁瘸猴有些呢喃道：“少爷，幸好那个远古鬼物还没有完全苏醒，否则等他找到这批资源，那我们就彻底没得打了。”陈凡没有回答，而是拄着翡翠手杖，沿着鬼石堆之间的过道朝里走去。事实上，只要苏醒，哪怕不找到这批资源，他们也没得打。他伸手从旁边抽出一枚鬼石，9级，又抽一枚，6级，再抽一枚，还是6级。他把鬼石塞回去，继续往前走。地宫比他想象的要大，走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他看见了第二批东西，大量鬼石。天才地宝，只见一眼望去，在空地上，像是前世广场上套娃娃的摊贩一样，近100件天才地宝分开摆放，而在更后方则是大量鬼石种子，像是晒小麦一般。陈凡望向距离他最近的一个天才地宝，异宝名称暗山胎，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一种特殊的天才地宝山胎。若是在黑暗极其浓郁的环境存放过1000年，且未经历剧烈地震、大战等波动，未中途夭折，将会化作暗山胎，能提供更加坚固的稳定性，且范围更广。陈凡怔怔地望向地面上的这个暗山胎，如今梵域几乎大部分海底隧道都是在用数个山骸胎来提供稳定性，而如今他找到了一个加强版的，一个外界几乎不可能获得的天才地宝。先不说黑暗极其浓郁的环境何其难找，光是这个存放1000年，就注定了它的价值，时间价值永远是价值最高的。挺好，陈凡有些笑得拢不上嘴了，喜滋滋地继续望向下一个天才地宝。他并未将这个暗山胎揣进怀里，这里的每个天才地宝都有特殊的储存环境，而黑暗能量为他们模拟了不同的储存环境。仔细望去，便能看见单个摆放在地面上的这些天才地宝，每个天才地宝周围的环境都不太一样，有的是布满冰霜，有的布满狂风，还有的则是被一个立体水球所包裹。这些需要立刻运输到仓库，然后保存在仓库内。仓库可以为每个天才地宝提供不同存储环境，面板不断弹出。他挨个查看后，并吩咐王奎妥善处置。再往后，陈凡等人继续往后走去，一片空间内，他看见了第3批东西，一排兵器架，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柄柄武器，均是异宝，全是紫色品级的。只是等等，陈凡瞳孔骤缩，在武器架的最末端有一个打造精美的武器架，和其他武器架不同，只有这个武器架是单独摆放一柄武器的，但此时这个武器架是空的。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这很正常，这个一看就是碧天鬼的兵器架，碧天鬼随身携带也很正常。瘸猴，陈凡伸出手，瘸猴瞬间明白，将手里的是神长矛递了过去。他将是神长矛缓缓放在武器架上，咔，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严丝合缝，仿佛这个武器架是为是神长矛量身打造的一般。是瘸猴望向这一幕，眼里满是茫然，有些难以置信的呢喃着：怎么可能？难道这个是神长矛是碧天鬼以前的专武？不对啊，是神长矛如今这副模样，是融了碧天鬼的利爪的，在碧天鬼手里的时候应该没融合吧？尺寸能一样吗？还不等几人反应过来，阵阵击扩声突然从这个武器架上响起，紧接着大量击扩声从巨大山洞的4面8方响起，仿佛地龙出窍一般，地面都在隐隐颤动。下一刻，原本的山洞末端墙壁突然从中间裂开，并如同大门一般朝2侧缩去，而映入眼帘的则是一个更大的山洞。空旷的场地内矗立着数十个巨大的透明圆柱，而每个透明圆柱里都囚禁着一个人类。此时双眼无神望向前方，如同死了一般，但时不时起伏的胸脯证明还是活的。陈凡带着瘸猴几人缓缓走进这个更大的石洞，那一个个巨大的透明圆柱所带来的压迫感是极强的，只要是个人类站在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渺小。事已至此，是神长矛已经确定是碧天鬼的专武了，就算不是专武，也是常用武器，并且还是开启这个真正密室的钥匙。至于这个是神长矛是怎么从这个密室里失窃的，且跑到江北荒原雨季那个鬼王手里，这个就不知道了。他走向第一座透明圆柱前，有字，圆柱下方有一个巨大的石板，石板上面刻着字，人类的文字，记172载，无图一路，手剖其天道而离之，路程而道不语，此天公之手，非凡力可及，无天命为之。陈凡默默望向这行字，172年，这很有可能是永夜降临后的第172年。碧天鬼第一次将一座大陆的天道剥离出来，正常来讲，大陆覆灭，天道便会随之死亡。那先生算是一个例外，而如今他见到了第2个例外，也知道了那个被他杀死的碧天鬼名字，天命，一个足够狂的名字。仅仅只是这么3行字，他便更加觉得这场战斗赢得有些侥幸。倘若让这家伙完全苏醒过来，估计一巴掌就给樊玉拍死了，可能都不用那么费力。就在这时，陈凡怀里的传音符响了，室内先生有些急促的声音：陈凡，你在哪？出什么事儿了？我感受不到你气息了。陈凡扫了眼身后，沉默着没有讲话。那先生专门在他身上留了一丝气息，通过这丝气息，能随时感受到他的存在。而此时，这缕气息被隔绝了。片刻后，他才轻声道：就在密室里，你通过传送阵下来一趟吧，有些东西需要你看看。他望向四周，最后在山洞中央看见了一个矗立在地面的牙齿。总天道并未提过这间密室，也并未提过是神长矛是开启这个最深处密室的钥匙。不出意外的话，碧天鬼好像真的有避开天道视线的能力，听起来像是企业人想要的至宝。很快，那先生也通过传送阵下来了。
当他走进这个最深处山洞时，看见那一个个被囚禁在透明圆柱里的数十个人后，身子突然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骇然。他感受到了同类的气息，这些被囚禁的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天道，而且看起来明显因囚禁时间过长，意识已被彻底泯灭，一种比植物人更夸张的状态。陈凡并未打扰那先生，只是让气缓一缓。避天鬼储存那么多天道干嘛？瘸猴忍不住开口。目前来看，除了收集，好像什么用都没有。你说对了，陈凡悠悠道，大概率就是单纯收集。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缓缓深入这个山洞。每个圆柱下都有一段话：记189载，吾在途一路，复剖天道而活取之。吾甚雄。这是第二个圆柱的，记200有2载，久逆杀伐，奇爽入骨，心神为之旷矣。陈凡默默地望向这一幕，通过信息可以看见这2座圆柱里囚禁的天道是在哪一年被剥离并囚禁在这里的。这个石洞里空间还很大，足以摆放更多的圆柱。暂不清楚天命是觉得一个密室里放这么多就够了，还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暂时顾不上这里。那先生情况如何？他不了解天道，或者说他肯定不如那先生了解天道，彻底失去了意识。那先生神情有些复杂的沉声道：天道本就无时间概念，曾经担任新大陆天道的时候，我并无实体，也无灵智，只觉得自己一直飘在空中，也不知过去了多久。而正常来讲，天道和大陆是同根，大陆被毁，天道也会被毁。而在大陆未亡之前，天道也不会亡。像这种大陆已亡，但天道却被强行剥离，实属极其罕见，肯定是用了某种秘法。而当天道有了人形后，便像我一样，有了思考，有了情绪，有了时间概念。通过他们的身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了这些东西。而一旦有了时间概念后，被囚禁在某处上万年乃至数万年，便会像现在这般，肉体还在这种液体下有生命特征，但意识早已泯灭。那个名为天命的避天鬼，鼎盛时期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恐怖。陈凡面色平静的轻声道：所以我一直好奇，这种实力的鬼物以前是怎么死的？而且如果远古鬼物都是这种实力的话，人类到底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历史好像断层有些严重，远古鬼物倘若都是这种实力，那破天之日就相当于神庄玩家去新手村欺负小怪，人类竟然还能传承下来，当真是奇迹。他没再说什么，继续走至密室的尽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茶桌，而摆放在桌面上的一颗牙齿，异宝名称避天鬼的牙齿，异宝品级红色，异宝效果方圆数百米，可屏蔽天道的视察，不被天道察觉。他将这枚猩红的牙齿拿在手中，低头查看着面板。那家伙的牙齿竟然都是一个红色品级的异宝，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鬼物还没死，身上的东西就有异宝信息的，可惜是活着时候留下的，要是死后掉落，怕是就变成开荒之宝了。啪！陈凡猛地拍向脑门，有些无奈。天命尚未苏醒的时候实在太弱了，被天道炮直接湮灭了，尸体都没了。如果能留下尸体的话，那嘴里应该有不少牙齿吧？除了牙齿，身上的其他地方肯定也都是宝贝。就是这个东西屏蔽了天道的感知吗？那先生上前一步，望向陈凡手里那个牙齿，这个牙齿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明明就在眼前，但要是想对焦上去，又极其困难，只能看见模糊的一个外观。陈凡点了点头，他正在思考这个东西在什么情况下会派上用场。很快，他想到了和天命一样的用法。天命在这个密室里留下这个牙齿，是不想被大陆总天道察觉，而鬼族也是有自己总天道的。当他日后想要做什么事儿，不被鬼族总天道所察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派上用场了。他又望向内部，茶缸里已经空空如也了，在时间流逝下，早已经消散。除此之外，还有一枚令牌。陈凡在茶桌下捡起这令牌看了一眼，眼睛微微眯起，没和瘸猴等人多说，将令牌揣进怀里，走出密室，摆了摆手，让后勤阁人可以来了，鬼石都搬回去，顺便给这里修缮，以后这里也是我们的一个秘密基地了，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拆吗？瘸猴下意识的开口发问道。这密室表面铺设的那层海晶可是好东西，怎么拆？陈凡没好气的。你去拆还是我去拆？拆了后密室就塌了，谁能跑得出去？更何况这个密室明显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拆了浪费了，留下来我们自己用了。至于这个密室的全部击破权限，都在刚才那枚令牌上。除此之外，那枚令牌的名字为天命令，能操控的地方可不仅仅是这里。那家伙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儿？走到时候连门都来不及关，极其重要的天命令也能落在这里，能让天命都感觉危机的危机，那得是多大的危机？原本经过这一战，他就变得更加谨慎了。此时他只觉得自己不够谨慎，必须再谨慎一点。外面的世界好危险，必须再强大一点。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海面上。自古以来，人类生来对无边际的大海充斥着向往和恐惧，向往越大，恐惧越深，如同那毫无希望的问鼎之路一般。搬运工作开始了，大批后勤阁成员通过传送阵来到这处密室，搬运这个密室里的所有东西，鬼石之类的让扣扣搬运就可以了，但天材地宝这种还是得让后勤阁成员来。传送阵直连繁育无名山内的大型仓储基地，一枚枚鬼石快速入库，仓库拥有自动统计功能，当鬼石入库后便知晓了入库的鬼石具体数量，让清点环节变得轻松不少。而那些天材地宝也在快速入库。与此同时，一根根圆柱也被搬运至无名山后方。后勤阁的人让扣扣吞下圆柱，用了整整1个上午才把圆柱全部从海底密室转移到无名山后山。圆柱太沉了，每一座都要4个壮汉才能勉强抬动。陈凡站在通天柱平台上，俯瞰着那些圆柱被一座接一座的运进临时搭建的仓库里。圆柱内那些失去意识的天道在搬运过程中轻轻晃动着，头发在乳白色的液体中飘散开来，像一簇簇被水浸透的火焰。终于，最后一座圆柱被搬至无名山后方。陈凡也走下通天柱。无名山，陈凡站在原地望向圆柱表面透明
明的那一层，像是玻璃，又像是黄水晶，内部的液体他询问了问天灵，是10级鬼石所融化后的液体，想要装满这个一个圆柱，需消耗100亿枚鬼石，造价着实不菲，37个圆柱，共计3700亿枚鬼石。如今圆柱里的鬼石液体并未消耗太多，仅只是维持生命体质，消耗的速度很慢很慢。按照如今的消耗速度，至少得数10万年后才能将圆柱里的鬼石液体消耗至无法维持生命体质的状态。要敲碎吗？站在陈凡身后的那先生开口问道。若是给这个圆柱敲碎的话，流淌出来的液体会重新形成鬼石。当然，毕竟使用了数万年，再加上形成的过程中会有挥发损耗，最后大概能形成200枚10级鬼石吧。王奎在一旁已经乐得合不拢嘴了。原本樊玉的库存已经空了，虽然战后搞到了点鬼石，但狱主下令优先给好猫大陆等在本次战役中支援的大陆还款。最后统计下来后，就只剩下为178亿枚鬼石了。虽然还有17座黑渊在开采，预计能开采出1.7万亿枚鬼石，但毕竟只是未来预期，还在开采过程中，短时间内难以兑现。这么点鬼石储备，他身为天仓阁的阁主自然是心不安。王奎、陈凡沉默了片刻后，没回答那先生的问题，只是望向王奎平静道：“天才地宝和鬼之种子呢？”禀狱主。王奎面色一正，急忙开口汇报道：“按山胎，按地脉根，按压浪石那几件至宝，已经专门存放在战略储备库。按守夜兰的种子共400余粒等鬼之种子，移交给白骨阁了。”陈凡轻点头，按地脉根取出来给我拿来。这种东西不用储备，有就用了。王奎点头退下。那先生有些沉不住气的继续开口发问道：“陈凡，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陈凡望向面前这座临时仓库，用石砖堆砌起来的37座透明圆柱整齐的排列在仓库中央。那些被囚禁的天道安静的悬浮在乳白色的液体里，睁着眼睛，双目无神。你有什么想法？没有。那先生摇了摇头，先是停顿了半晌后，随后才复杂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以前没见过这么多天道。巧了不是？”陈凡轻叹了一口气，我以前也没见过。这些天道此时已经处于意识死亡状态了。其实那先生突然有些迟疑，我其实有试过，看看他们还能不能醒过来。结论呢？醒不过来了。那先生把手掌贴在圆柱表面上，摇了摇头。我刚才深层次感知过了，他们的意识不是睡着了，不是陷入沉睡，而是被时间彻底磨没了。但如果真的醒来，对我们来讲或许不是一件好事。那先生把手收了回来。陈凡沉默了许久后，突然轻声道：“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说你以前担任新大陆天道的时候，你的感知可以覆盖整个大陆，可以一种天道的视角俯瞰整个大陆，但是没有感情，没有思维，只能按既定程序行事，对吗？”是。那先生点了点头，确实是这样。这是什么手段？手段？那先生眉头不由皱紧。这不算是什么手段，算是本能吧，就像人类呼吸一样，人类也不会刻意去呼吸，自然而然就呼吸了。是这样。陈凡轻点了头。我便是在想这个本能其实是一种很厉害的手段。人类不幸成为植物人后，呼吸也会正常运转，那是生命逻辑的最基本的本能。所以这些天道，他们的本能还在吗？他望向其中一个圆柱，这个圆柱里的男人瞳孔是通体银白色，和营养液的颜色几乎融为一体，双手虚按在空中。那先生微微愣在原地，他从未想过这件事情，下意识着应该还在吧。这个只要是个天道，就肯定会有的，但有什么用呢？有用多了。陈凡轻声道：“樊玉目前的所有建筑，基本需要人力去操控，要不他去操控，要不下面的人去操控。目前樊玉唯一一个自动化的体系，便是全自动防空体系，但他想要更多。如果事情能按照他想象的发展，那妖樊玉相当于拥有了37个超级计算机，可以让很多事情全自动化，并且能完美克制避天鬼的手段。这些日子他一直在想，如果还有人对他用封印这种手段，他该如何应对。现在他想到了，假设他可以提前设好程序，这样哪怕他被困，程序也可正常执行，不被任何情绪干扰，不被任何外界所影响的执行他的命令。而这些事情由没有意识的天道来完成最好不过。那先生，陈凡转过身望向那先生，你曾经是新大陆的天道，没有实体，没有智慧，但你依然能感知新大陆上发生的一切，鬼火的分布，建筑的运转，灵气的流向，那不是靠意识完成的，是天道的本能。就像人睡着了，心脏还在跳，肺还在呼吸，而你的这些权限是总天道赐给你的。如果我们给这些天道赐予更高的权限呢？允许他们使用部分建筑，并设定一条指令，比如在樊玉全体高层都身亡的同时，启动自毁程序，消耗所有鬼石，批量生成通天柱，进行无差别最后打击。天道既然可以被植入指令，那就可以被植入更复杂的指令吧。是。那先生此时已经有些彻底茫然了。谁植入呢？给天道植入指令这件事，只有总天道能做啊！那先生有些难以置信地从原地蹦了起来，原地退后数米，忍不住声音拔高：“我只是一个大陆的天道，不是什么总天道啊！我真没这手段的。”试一试。陈凡轻点了下头。以前你或许没有，但如今的你在天道中是个异类，有自己的实体，有自己的智慧，说不定就可以做到呢。就算我可以做到，但总天道也肯定不会允许的。话音未落，他看见了摆放在临时仓库中央的那个避天鬼的牙齿，声音戛然而止，陷入沉默。许久之后，那先生才有些沙哑道：“陈凡，你不信任总天道和是否信任无关。”陈凡轻摇了下头。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总天道并不在意梵域是否灭亡，他只在意一件事，那就是原始大陆的重建。但我在意梵域的灭亡，永夜大陆的10数亿人在意梵域的生死存亡。我只知道这件事如果能成，会极大加速梵域的发展。倘若在最后一次战役中，万岁没有站出来，那梵域没了也就没了，总天道不会有任何反应，更不会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梵域的未来只能把握在自己手里。那先生，总天道是你的上司，但你的根在永夜大陆，梵域亡了，你也亡了。那先生沉默了很久，我试试，但我需要你先给我权限，给我操控某个建筑的权限，然后我才能尝试将这个权限和指令下达给这个天道。你先想一个简单的指令。陈凡思索了一会儿后，指向不远处的一座仓库。这座仓库里面如今是空的，没有1枚鬼石，你就下达一个，当这座仓库鬼石少于1亿枚的时候，自动补充至1亿枚，拥有操控巨鬼乘坐梵域高铁权限，开启仓库权限，且不能从战略储备仓库提走鬼石，只能从无名山内部的仓库提走鬼石。好，那先生点了点头，表情有些难看，艰难转身望向身前这个圆柱。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对一个天道下达指令，这也太他妈的疯狂了。他看了眼那枚蔽天鬼的牙齿，明明陈凡在密室里还说不知道这个牙齿有什么用，这才过了多久就想到该怎么用了。那句话果然说的没错，只要手持锤子，不愁没有钉子，世间万物皆是钉子。那先生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意识渐渐飘出，直至飘至这座圆柱天道意识深海处。熟悉的场景，一边无际的海洋，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这里是这个天道的意识深海。他以一个俯瞰的视角俯瞰着这片海洋。上次总天道允许永夜大陆晋升之时就是这样，不过那时候他是在海上单膝跪着的，如今换了个视角，海面上空无一物，这也说明这个天道的意识彻底消散了。他有些紧张地伸出右掌，掌心有纹路在闪烁，那是刚才陈凡赋予他的权限，如今他要将这个权限赋予给这个天道。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微颤。天道律令：永夜大陆无名山后方反甲字3号仓，其除鬼石之数，当横守1亿之额。若仓廪空虚，无1枚之存，或所积不及1数，即行补足，无时有缺，其所补之时，当取自无名山腹内长平诸库，依序调拨。凡战略储备之所藏，皆不可擅动分毫。调运之法，许以巨鬼为例，充搬运之劳，准乘梵域高铁往来，以利输送之速，令至即行，永为定式。天道律令，这句话是总天道的开场白，令至即行，永为定式。而当这句话落下的时候，指令便随之落下。这是他第一次说，难免有些紧张。正常来讲，这个天道是不会接受他的指令的。天道能分辨出他是不是总天道，但这个天道已经被磨灭了。下一刻，他看见空中出现100多个金色大字，凭空浮现在高空中，如流星一般坠入汪洋大海。那先生内心突然咯噔一下，他知道成了。这幅意象就意味着这个天道接受了他下达的指令和他传过去的权限。意识被磨灭的天道，只要有另外一个天道进入其意识深海，并且伪装成总天道下达指令，便能成功。他只感觉心脏在砰砰跳，前所未有的颤动。无名山原本存放在仓库内的巨鬼，突然在没有任何人操控的情况下走出仓库，并大步走向无名山仓库，从仓库里搬起鬼石，朝无名山后方走来。无名山后方，陈凡望向远处大步走来的数十头巨鬼，随后他才望向一旁的睁开双眼的那先生。我就说你可以做到的，感觉如何？感觉？那先生叹了一口气，感觉其实还挺独特的。这个程序可以终止了，我要挑选一个天道作为总枢纽，负责调度其他36个天道，而其他36个天道将会各司其职。接下来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可以让天道开口讲话吗？讲什么？随便，我试试。下一刻，面前圆柱里的一个天道，双眼无神的语气冰冷道：随便，声音清脆且没有一丝感情，很棒。陈凡再次笑了起来，在一众圆柱中走了一圈，挨个查看过后，将视线停留在了那个唯一的银色瞳孔天道。就你了，给你取个名字吧，就叫天书吧。接下来我要给他下达一段指令，身为天书作为总调度天道，主要负责调度其余天道，进行不同天道之间的调度运转。其次，拥有操控梵域所有成员身份令牌的权限，可实时定位传音。接下来是第2个天道，第2个天道命名为2号天道，拥有永夜大陆所有高铁的权限，主要负责鸣声。陈凡的声音在无名山后方空旷地带不断响起，直至天黑，他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已经给13个天道都设置了具体的程序和指令，剩下的天道暂且保留，他还没想好。而这13个天道已经极大程度地让永夜大陆进入了半自动化时代，并不是实时的提升战力，但价值却极大。做完这一切后，那先生面色认真地望向陈凡，一字一句道：陈凡，你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大陆之主，你也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天道。两人对视一眼，突然笑了起来，都看见了彼此眼里一团火焰在燃烧。或许终有一日，梵域也能走到那尽头，笑看众生。接下来近10日，梵域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直至这一天，陈凡收到了鬼皇95兴奋的传音，护翼大陆成功在战争泥潭里生存超过30日，此时正在返程的路上，预计还有10日便可返程。而伴随着鬼皇95返程，也意味着梵域晋升3级大陆的这场战役正式落幕，终于要回家了。护翼大陆岸边，95站在沙滩上，望向身后渐渐远去的战争泥潭，长松了一口气。这些日子一直紧绷的神经，在离开战争泥潭的时候，瞬间松了下来，毫无形象地躺了下来，四肢大开。1个月啊！战争泥
泥潭那么危险的地方，护翼大陆足足生存了1个月，如今终于可以回家了。下次再来战争泥潭，应该就是跟着狱主一起来了。九五嘟囔着，狱主这些日子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狱主赢了，恭喜大王可以回家了。军师站在一旁轻声道。九五停顿了许久后，将双手枕在脑海，咧嘴笑了起来，缓缓闭上双眼。向阳那小子已经很久没和我联系了，也不知道在干嘛呢。真的是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又是10天过去，距离天书部署在永夜大陆已经过去20天之久。这近1个月时间，樊玉依旧在按部就班的快速发展。按照狱主的计划，他们需要留在此处发育1年，然后再进军战争泥潭。这一日，九五归来了，护翼大陆重新停在了原先的位置，而九五也是屁颠地乘坐传送阵来到无名山。九五已经很久没来过永夜大陆了，此时在瘸猴的带路下，他满脸感慨道：“九五望向眼前的樊城，很久以前，江北还是一片荒原，如今一眼望去，便能感受到其中的繁华。向阳呢？”九五扫了眼四周，有些疑惑。他本以为向阳在永夜大陆等着他了，但怎么左右看了眼却没看见。狱主在里面等着你了。瘸猴将九五领到参谋阁前，九五走进参谋阁，望向坐在参谋阁内主位上的狱主王奎等一众人，呼吸下意识停滞，有些小声道：“狱主，我回来了。”他本来以为推开门后会是庆功宴呢，但推开门后，大家都正襟危坐，让他不免有些微微紧张。陈凡轻点了下头，示意鬼皇九五入座，随后望向另一侧空白墙壁。下一刻，这幅空白墙壁上突然浮现出一幅俯瞰画面，那是战争最初的画面，一座荒族大陆和一座企业人大陆正朝永夜大陆包夹而来。陈凡尽量言简意赅，将向阳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九五。片刻后，一旁的瘸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了上去。九五呆呆地望向手里的这封书信，上面的字迹确实是向阳的字迹。向阳死了。片刻后，九五离开了参谋阁，浑浑噩噩地回到了护翼大陆，第一时间走到一处黑渊前，尝试复活向阳。然而灵魂深处却闪过一行字：复活肉虫鬼为特殊黑暗权柄，需提升种族等级方可获得。复活失败，他是天生黑暗圣体，每次种族晋升都可以获得一个特殊黑暗权柄，这个权柄只有他拥有。军师沉默着没有讲话。肉虫鬼无法复活，王此前并不知晓。不知过去多久，浑浑噩噩地站在原地的九五起身后，望向渐渐黑下来的天空，望向身旁一直陪着自己的军师和心腹，有些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都散了吧，该睡觉了。随后他独自朝不远处的院落走去，那是他的院落。偌大的院落里有2张摇椅，西边一张，东边一张。西边那张是他的，东边那张是向阳的。以前他无事时便会和向阳躺在摇椅上看日报、聊天、喝茶，而以后就只有他一个人了。他再次躺在摇椅上，望向手里的那封信，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忍不住低声笑骂了起来。还能写这么长的一封信，文化可以啊，以前没看出来。最后他看到了向阳在信里说，将功劳记在他头上，而他也在樊玉日报里看见了一行字：向阳出，蜀95，麾下悍将，立百战，破命格，退凡鬼尊，成就恩，斩救我，血路铺天，向阳诀，燃命火，一瞬皆无。看着看着，他脑海里不知不觉浮现出向阳的声音：老大，我是肉虫鬼。这是他和向阳初时说的话。老大，你可是黑暗圣体，天生的黑暗王者，我们真的不单干嘛？樊玉有什么好的？这是在绝望大陆的时候，其实樊玉也还行。这是向杨正美滋滋欣赏樊玉发下来的衣服时，老大，我们这样一直躺下来，真的可以一直养老吗？这个天地间危机很多的。这是向阳躺在椅子上和他聊天时，老大，我去了。这是他下令让向阳去荒族大陆时，老大，我有点害怕。这是向阳在临终启动前时，天渐渐阴沉下来，夜风呼啸卷起地面上落下的树叶，在院落内低空打转。不知过了多久，眼眶泛红的九五突然咧嘴笑了起来，好样的，向阳没丢面。他内心一直知道向阳对樊玉并不忠诚，或者说在向阳心里，人类和鬼物是不应该待在一起的。在最后时刻，向阳并未选择背叛樊玉，而且立下了大功。倘若向阳未启动，他或许回来就看不见樊玉了。看着看着，他望向这封信里的最后一段话：我成不了王，也像不了羊，我只是个如野草般泛滥的肉虫鬼。眼眶忍不住愈加泛红，揉了揉眼睛，声音有些发涩地嘟囔着：臭小子，以前没发现你还喜欢搞这种东西。又过了很久，九五起身推开院落，屋外密密麻麻站满了大批鬼物，他的军师和10几个鬼皇心腹站在最前方，一双双带着担忧和不安的眼睛望向他。都堵在这里干什么？鬼皇九五咧嘴笑了起来，晃了晃手里的书信。现在暂时复活不了向阳，但以后可以。等以后我将向阳复活出来的时候，我再拿着这封书信狠狠取笑他。搞这种东西，肯定以为以后再也见不了面了。等下次见面，你们看我怎么嘲笑他就完了。行了，都散了，别堵在这里了。在遣散掉一众手下后，九五才重新回到院落里，躺在摇椅上，下意识看了眼身旁那张空无一人的摇椅，又望向手里这封被打湿的书信，正在原地许久后，才缓缓闭上双眼，呢喃着：向阳啊，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征战的，但我更不喜欢分别。等我，让我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黑暗圣体都有什么用。等我将你从地狱拉回来，如果必须征战才能将向阳拉回来，他愿意如此。幸好他突然有些庆幸向阳的选择，让他能大大方方的难过。假如向阳背叛了樊玉，那故事走向就是另一个结局了。第二日天刚亮不久，
樊玉无名山后方，陈凡正在给第14座天道添加新的指令。少爷，九五请求通过传送阵来永业大陆，说要求见狱主，带他过来。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一时猜不到九五此趟前来的目的。很快，九五哼哧哼哧跟着瘸猴身后来到无名山后方，一路上对每个路过的樊玉成员都挥手打招呼：“早上好，嘿，早上好。”情绪极其外放。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九五的精神状态有点不对，眼里没有一丝难过，反而格外兴奋。他记得向阳和九五关系很好的吧？向阳死了，九五这么开心的。狱主，九五在看见陈凡的第一时间大步跑来，声音中满是兴奋。樊玉变化真大，尤其你看这一根根摆放整齐的通天柱，看起来就气派。还有这些圆柱，圆柱里的这些人是，还有那个圆柱上面面色惨白、嘴唇乌青的人是谁？看起来状态有些不是很好啊。你等等，陈凡眉头皱起，打断了九五。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我们要走出来了，不能因此情绪崩溃。毕竟我们活着的人要带着死去人的希望一直走下去。我没有情绪崩溃。九五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后才坚定道：“我昨晚想了一宿，都想明白了。首先，我不应该难过，这是向阳自己的选择，我替他感到骄傲。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的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知道了自己为何而死。他其实一直是有些自卑的，但我想，当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战役中起到的作用后，或许会骄傲的尾巴翘到天去。我更开心的是，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但没有背叛我，也没有背叛樊玉。我没看错我兄弟。其次，以后可以复活他的，只是需要我种族等级再高一点，也就是4级种族。我也不知道有没有4级种族，但黑暗圣体让我知道必须拥有新的黑暗权柄才能复活他。也就是说，我要征战，要带领种族走向更远，才能复活向阳。而要征战，95格自然是跟着樊玉身后的。所以，狱主，我们什么时候杀入战争泥潭？这样就可以早日复活向阳了。而且昨天我复盘了下本次战役，最后一场和漆黑大陆的战役，如果那时候我们95格在的话，就可以让鬼巢负责大部分工作，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伤亡了。陈凡站在原地，面色平静的并未讲话，只是默默看向95。樊玉最大的养老派开始主战了，你不养老了？养。95面色严肃的重重点头。对我来讲，养老是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带着兄弟们一个不少的大家一起养老。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望向95，突然笑了起来。一年后，樊玉正式进军战争泥潭。我相信，终有一日向阳会回来的，齐月也会回来，大禹也会回来，死去的人都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开一个极大的庆功宴，将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在得知向阳有可能复活后，他突然想到了大禹。倘若肉虫鬼都有可能复活，那守夜人是不是也有可能复活？只不过是他如今做不到而已，只要再强一点就可以了。就这样，樊玉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按部就班的发育，直至到3月27日，战争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内，这片海域迎来了久违的安静，再无其他大陆来打扰。如果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话，那战争泥潭其实都不用去。陈凡拄着翡翠手杖，独自一人站在崎岖岛上，望向齐月之墓，感受着咸湿的海风拂过身体。他觉得他并不贪婪，想要的很少，但就是那么一丁点东西，却不愿意留给他。与此同时，一座由不规则的立方体组成的高塔正在玄武平原有条不紊地打造着。这是樊玉的另一个杰作——9天引雷塔。利用天雷阵和暗风阴烛这件异宝为引雷塔充能，随后雷电通过铜管传输到通天柱。这一日，9天引雷塔正式建成，并且即将进行第一次试验性启动。在众人的注视下，天雷阵和异宝的碰撞，诞生出了第一道袖珍银色闪电。紧接着，塔身上的一个个立方体空间被不断点亮，直至第100层。这个最高的密封空间，近乎一瞬间被银色光芒吞没。然后，银色闪电在塔顶炸开，被早就等在那里的谢雷铜管接住，沿着铜管朝无名山的方向涌去。下一刻，银色闪电抵达导弹储备基地，银色闪电从谢雷铜管的末端涌出，然后通过一根根散开的铜管，涌向各个通天柱为他们充能。片刻后，陈凡眼里带着笑意，轻声道：“成功了。”正常来讲，樊玉想要充能一根1级通天柱，在正常雨季或者是用异宝引雷的情况下，需要3日。如今共耗时1个时辰，速度比之前提升了36倍。陈凡走在导弹储备基地内，终于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这个9天引雷塔会让他在1年后前往战争泥潭中拥有足够的底蕴。原本1年的时间来10级通天柱都不够储备的，现在看来28级通天柱都够了。通天柱消耗的不仅仅是鬼石，还有时间，这是一个势力的底蕴体现。一旦耗尽，短时间内是无法快速填补的。而如今，樊玉用了填补这个空间的手段，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停顿了一会儿后才轻声道：“试验完美成功，9天引雷塔完美落幕。”下一刻，震耳欲聋的声音在玄武平原上空猛地响起：“永业新历04年4月5日，战略级工程9天引雷塔成功完工，并于当日正式投入使用。该工程牵头负责人参谋阁副阁主陈九天，正阁阁主张千秋。而这一日，樊玉日报上出现最多的名字便是陈九天。与此同时，在战争泥潭深处，一座大陆深处的会议室书桌前，桌面上正摆放着无数份材料，隐约能看见不少稀稀散散的樊玉2字。而此时坐在这张书桌前的一个男人，正面无表情地望向手中的这封信。论屠神战役中陈九天的重要性，他们大陆虽身处战争泥潭，但对外界海域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一无所知。最近他最关心的便是前段时间的那场战役，他将其命名屠神战役，寓意着几乎
乎不可能战胜的战役。樊玉以刚晋升至3级大陆的势力，硬抗7座老牌3级大陆，并且悉数歼灭，其暴露出的实力不可谓不恐怖。尽管详细的战争过程他并未拿到，他不是非常清楚樊玉是怎么取得最终胜利的，但手里这张一个手下的想法，他觉得很有意思。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樊玉拥有某种隐藏通天柱威力的手段，可以绕过和平雕塑的探测。这个手段便是来自于这个叫陈九天的年轻人，一个21岁的年轻人，隶属于樊玉参谋阁，并无一官半职，或许可以尝试挖过来。中年男人坐在书桌前，望向手中陈九天这3个字，面无表情地沉默着，久久不语。良久后才轻声道：“黑旗。”话音刚落，屋内角落便有阴影出声响应。我在，我们大陆暂时无法离开战争泥潭，但可以派点人去樊玉一趟，和那个陈九天试探性的接触下，看看是什么态度。能挖过来最好，挖不过来也别暴露我们的身份。樊玉迟早要进入我们所在的战争泥潭，尽量不要和其为敌。是。阴影领命退去，而中年男人则是沉默了许久后，才长叹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呢喃着：“最近真是越来越乱了，必须进展得快点了。”时间不知不觉来到永业新历04年10月1日初秋，陈凡走在无名山内的石子铺设的路面上，感受着秋风袭来，带着瘸猴几人朝不远处的无名山后方的异兽培养屋走去。偌大的屋子前，药王谷的人正围在附近，而魏魏则是带着扣扣趴在屋前，有些紧张的不断拍着尾巴。陈凡看着这幅画面，总觉得极其古怪。以前只有魏魏一个人喜欢拍尾巴，后来多了扣扣，现在看起来好像又要多一个了。今天是魏魏父母生产的日子，不容易啊，终于生了。少爷，名字想好了吗？陈凡陷入沉思。当初给扣扣取名，是取了魏魏2字的偏旁，谐音口口。给这个即将诞生的吞天鳄取名，他下意识就要取魏魏2字的另外一部分魏魏，但好像有些和魏魏重复了。等等，他想到了。陈凡面色平静且淡然的轻声道：“魏魏的这个第2个妹妹，经历如此之久才诞生，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就叫甜甜吧。”瘸猴点了点头，并从身后周末手里接过一枚鬼石，这是他的战利品。而周末则是满脸难以置信地望向瘸猴，一炷香前，瘸猴和他打赌，说他能猜到少爷给这个新生吞天鳄取的名字叫什么，问他信不信。赌1枚6级鬼石，他自然是不信的，这怎么可能？他能明显看得出来狱主没有和瘸猴串通，一看就是临时思考出来的。可瘸猴到底是怎么精准猜到狱主会取甜甜这个名字的？下一刻，异兽培养屋的大门被推开，药王谷成员抱着一个刚睁开眼的吞天鳄幼崽走了出来，魏魏和扣扣则是第一时间围了上去，眼里满是新奇。而久违的魏魏父母也从异兽屋里走了出来，不生了，不生了，以后说什么也不生了，以后再碰老娘，老娘给你棍剁下来。小鳄完全没有刚生产后的疲惫，4肢健步如飞的朝无名山深处跑去。老婆，等等我！大鳄则是满脸焦急的跟在身后。刚生产完，不要乱跑啊！你干哈去啊？陈凡轻笑着望向眼前这一幕，没有上前打扰，只是过了半晌后，才独自悄然离去。入秋了，参谋阁内人来人往，距离大战结束已经快1年了，该吸收的资源基本已经全部吸收完毕，17座黑渊全部开采完毕，入库。计划用来吸收的大陆也被绝路机全部打碎，化作大陆本源融入永业大陆。通天柱的打造和铺设也在每日继续推进着。这片海域已经没什么资源了，再停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所以樊玉准备正式入军战争泥潭，既然要开战，就不打无准备之仗。故而这些日子参谋阁一直在谋划接下来的战事。陈九天阁主刚从食堂出来，盯着手里的牛皮纸埋头大步狂奔的陈九天听见耳边的声音，下意识抬头望去，不是别人，正是今年樊玉第3届春考的军测榜首，是个中年男人。今天上午你说的这几个目标，我吃饭的时候仔细看了看，走进去说。狱主，无名山1号洞穴的石屋内，少秋站在屋内角落里低声道。这些日子，樊玉暗格找到了很多其他大陆派来的探子，都是来自于战争泥潭的势力。陈凡对此倒是没有过多意外，只是靠在椅背上轻笑着。樊玉尚未进入战争泥潭，但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势力在关注他。这件事他自然知道，这不是少秋第一次汇报了。永业大陆是近乎封锁的状态下，想要安插探子，首先得过护阁的手。一个在护阁没有留下任何登记信息的人，突然出现在永业大陆上，很难不被发现。后来这些大陆换了种种手段，比如暗中勾结樊玉成员，但这个也极其困难，基本上勾结谁，立刻就被这个樊玉成员当成功劳上报，整的樊玉成员现在都在期待有没有人能勾结他，让自己能白捡个功劳。我知道了。陈凡在听完少秋的汇报后，才摆了摆，继续低头望向桌面上的鬼皮地图。打是肯定要打的，但从哪个角度切入战争泥潭，先打哪几家，如何尽快掠夺足够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还不因此犯众怒，从而被围攻，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其实他最希望的是，现在有几个3级大陆从战争泥潭里出来找他。经过近1年的休养，永业大陆已经重新拥有了开战的底蕴，在战争泥潭外开战对他来讲，百利而无一弊，可进可退，还不用担心被围攻。但这些大陆虽然时不时的扔出一点探子出来，但也只是试探性的隔靴搔痒，一点实际性的手段都没有。就在这时，少秋去而复返，这次带回来了一封信：入战争泥潭，死滚可活。7星大陆。陈凡望向这封书信的一瞬间，甚至有些没忍住笑出了声，只是靠在椅背上，将手里这封信随意扔在桌子上。这封信10有8九不是这个7星大陆写的，而且大概率是7星大陆的仇人写的，这手段有点过于粗糙了。这就是公章的意义，你没盖公章，光写个名字，谁能信你啊？挥了挥手，让少秋离去后，许久后，陈凡才有些慵懒的伸了个懒腰，走出书房，朝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走去，开始今天的固定工作，继续打造通天柱。一根
2根、3根。陈凡站在非洲甲板边缘上，哼哧哼哧的如往常一样打造着传送阵。但下一刻，一道急促的声音从传音符里响起：“狱主出事了！”几乎刹那间，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停了那么一刹。陨落天穹，一望无际的平坦结界上，陈凡出现在一座传送阵上，身后跟着瘸猴、王奎、陈九天等人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商阁成员将非洲落地，没有丝毫耽搁。街上几人继续朝前方疾驰而去。一炷香后，非洲停了下来，周围站着10几个商阁成员和后勤阁成员，以及一片废墟。就是这里，一个商阁小组长上前一步，快速汇报道：“我们在正常铺设天眼之眼的途中，发现了这处废墟。”陈凡从非洲上走下来，望向这片大概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废墟，沉默着，久久不语。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繁育的，这意味着陨落天穹并不是他们繁育的专属领土。现在看来，还有别人。他低头望向那些散落在地面上的铜管，表面没有灰尘。陨落天穹连空气都没有，自然也没有灰尘，而农田里也没有任何鬼质，只有泥土。不知过去了多久，这里的建筑全都沦为了无主之物。他能看见面板10级农田，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农田里应该种植了一些类似于呼吸藤蔓的鬼质，负责在天外天提供氧气。10级农田让他微微松了口气，这说明这个废墟背后的势力至少没有那么强，或者说至少没有那么财大气粗。而且看其余布置，这应该是一个前哨点。陈九天眉头紧皱，开口发问道：“这个废墟背后的势力拥有进入天外天的手段，便在天穹之上布下了大量的哨点，用于监视附近海域的其他势力动向。虽然没有灰尘，但通过农田里的痕迹，这里已经废弃很久，所以是这个势力迁移了，或者是沦陷了，有可能。”陈凡点了点头，再次扫向四周，企图找到一点什么。既然是哨点，那肯定要有监测手段。陨落天穹的结界距离地面足足有2万公里，光靠肉眼那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彻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片刻后，狱主一个繁育成员快速从已经被拆成木板的木屋废墟里小跑过来，将一个类似于信箱之类的东西递了上来。建筑名称：信箱。建筑品级：紫色。建筑等级：30级。建筑效果：能无视距离传输信息。放入信箱里的信可指定其出现在任意一个信箱，仅能附带传送少量物资，需安置在鬼火附近。陈凡眼睛微微眯起，望向这个信箱的面板，因为这个信箱已经是无主废弃之物了，鬼火基石都看不见了，这个信箱也早就无法真成功运作，他才能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面板，但具体有什么满级效果，他还是看不见的。30级，这意味着这个废墟背后的势力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足足有5000天，甚至很有可能是一座4级大陆。只是，而几乎同一时间，陈九天也发现了不对。陈九天眉头紧皱，身为参谋阁，最主要的就是要熟悉繁育每一个建筑的效果，并将具体数据记在心里。此时在知晓了这个信箱功能后，几乎脱口而出：繁育如今的信号塔的传音范围普遍在100万公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了。倘若全都升至30级，将会有200万公里的通讯范围。传音符肯定是比信箱要好用的吧？为何不用传音符，而是要部署信箱？这个势力不可能没有信号塔，难道是此处距离这个势力大本营的距离已经超过了200万公里？谁会在200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建立哨塔？这种军事部署根本就是在浪费资源。陈凡没有讲话，只是晃了晃信箱，里面有声响。从信箱背后打开，并取出了一封信。信纸的材质不错，但或许是过去太久了，字迹已经变得极其模糊了，近乎一个字都看不清。信封里还装着一枚极其小巧的流影石。下一刻，流影石被激活。喂！一道极其清脆且兴奋的声音响彻在众人耳边。只见流影石在空中投影出一幅画面，一个身穿麻衣的男人正站在画面正中央，对着流影石不断摆手，眼里满是兴奋。老婆，我成功抵达天南278号站点了。在男人身后是数十号不断忙碌的人，在搭建木屋，在铺设铜管，显得极其忙碌。就是这个废墟原型，不过占地面积要更大。而在画面再往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建筑。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作业。画面中的男人继续兴奋道：“现场看的观感是很震撼的，你绝对想象不到。”下一刻，这台巨大的建筑开始启动了，表面的铜管开始被不断点亮，银白色的光芒不断散发出来。紧接着，伴随着结界微微颤动，一个巨大的钢制吊爪被钢索束住尾端，从这台巨大的建筑下方突破陨落天穹，一路向下。画面开始变大，这明显不是流影石的视线角度，而是钢制吊爪的视线角度。一炷香后，这个巨大的钢制吊爪穿过了数个云层，出现在一座陆地上空。他们甚至能清楚地看见这座大陆已经升起来保护罩。下一刻，在这个钢制吊爪接近地面1000米左右时，轰！钢制吊爪猛地张开，三爪弹开，几乎瞬间刺穿碧天阵，深深扎至大陆中心的深处。弹射的速度很快，但这三爪明显都有单独的动力系统，开始不断继续深入。下一刻，整座大陆开始被极其粗暴的连根提起，海水从大陆边缘往下倾泻，砸进海面，激起环形的白色墙。与此同时，还能看见那钢索上那些正在泛着猩红光芒的阵纹，那些阵纹是他从未见过的。依稀还能看见有不少建筑从这座大陆边缘滑落，重重跌入海里。紧接着，在这座大陆被一路提升至距离陨落天穹结界只有数百米的时候，这座巨型建筑开始移动，就这样携带着这座大陆朝远处移动，全程持续时间极短，而且极其轻巧，就像是抓娃娃机一样，抓到一个娃娃，然后移开，画面结束。但陈九天几人全都僵在原地，眼里满是骇然，嘴唇微微发颤，一句话说不出来。这完全是另一种形式
式的碾压。樊玉如今的底蕴远超寻常3级大陆，所储备的通天柱数量足足有数百万根。倘若以如今的底蕴再次经历年初那场战争，樊玉不会如此狼狈。樊玉所有人都认为比樊玉底蕴强的3级大陆应该不多，但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攻击前，他们想不到樊玉该如何应对。通天柱那钢索和钢制吊爪的坚硬程度，完全无视了通天柱的轰炸。一座3级大陆不可能没有天眼通天柱，这意味着这钢爪甚至可以硬抗天眼通天柱。这就是4级大陆吗？陈九天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如果说之前他对4级大陆没有概念，那这一次他有了。对3级大陆可以说完全碾压，而且对于这座4级大陆来讲，这次甚至根本算不上是军事行动，派来的也只是一群执行后勤的而已，就是简简单单的带回去一座大陆，或许是为了提炼大陆本源，又或许是有其他可能。总之就是带回去了一座大陆，天南278号站点，也就是说，这里很有可能是这座4级大陆所抓走的第278个大陆，甚至要更多。暂停铺设天眼之眼，陈凡下达了这个指令后，才转身向身后走去。他需要去问下问天灵。无名山有一个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人类在这个建筑前面像蚂蚁一样渺小，部署在陨落天穹上，可放下一个巨大的钢制吊爪，并抓起一个大陆然后带走。这是什么建筑？陈凡站在1号洞穴前的城墙上，望向手里的问天灵。这是自创建筑，是更加复杂的玩法，也是4级大陆的主要玩法之一。在大陆晋升至4级大陆后，便可自创建筑，通过铜管、回火等基础建筑来制造出建筑。一旦制造出的建筑被天地认可，那这座建筑便会被天地证明。而很多4级大陆也会将自己的自创建筑放置在蓝图市场上出售。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个建筑，根据搜索，在蓝图市场上成功找到了这个建筑的对应信息。建筑名称：西西一西西。建筑效果：可部署在陨落天穹，并抓取大陆。建筑蓝图售价：资源互换，不要鬼石。具体面议：出售卖家5级大陆、西西大陆。每一个自创建筑都是耗费了大量的心神，天地会保护这种创造，故而任何一个购买了蓝图的大陆都可以按照蓝图制造这种建筑，但蓝图无法外传，也不会泄露。其他大陆要是也想要这种建筑，只有2个办法，一个是独立研发，另一个是购买。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樊玉的9天引雷塔就是很不错的自创建筑，只要晋升至4级大陆，这个建筑便会得到天地认可，成为自创建筑，也可以挂在蓝图市场上出售。对了，再提一嘴，9天引雷塔所生成的袖珍银色闪电有共识名字的，叫做银电，是一种价值很高的能源。很多大型建筑的使用方式必须由银电来提供能源支撑，除非有大量10级鬼石，否则寻常鬼石是无法给这种大型建筑提供能源支撑的。故而当永业大陆晋升至4级大陆，也可以拥有第一座自创建筑。还有一嘴要提，尽量不要出售这种高价值的自创建筑，放在蓝图市场上出售，性价比是很低的，除非真的遇见了很难的危机，必须卖家底渡过难关。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问天灵，所以这个建筑为什么要叫西西一西西？这个具体得询问西西大陆之主了，我猜测可能和其大陆的名字有关。这样吗？他收起问天灵，随后他才走至一旁的传送阵，来到玄武平原上，望向那座占地面积巨大的9天引雷塔。这是樊玉第一个自己搭建的大型建筑，只要晋升到4级大陆，这个建筑被天地认可成为自创建筑后，以后想要搭建第2个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直接根据蓝图一念打造就行。只是这个建筑的核心是引雷，这个要怎么处理？被认可为自创建筑后，这个建筑的蓝图会自带引雷这种精细操控的功能。只是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原地，望向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9天引雷塔，看起来得先提前储备一些建筑方面的人才了。这样等到了4级大陆后，这些储备的人才便都可以用到。未雨绸缪吗？